当代小学生的文具究竟有多高级？小学上了10年，我也没用过这些东西。就像这支玻璃笔，长得晶莹剔透的，还配了12瓶墨水，每一瓶墨水的颜色都不一样，轻轻一蘸就能书写了。还能用墨水进行配色，将墨水滴入笔尖凹槽内，还能写出这种混字效果。下墨非常丝滑，你直接水洗就能再用。还有这个手动打印机，上面有一圈字母和数字，将 T 芯插进去，调节齿轮到对应字母，用力按压就能打印字体了。打出来的字体是这种立体的凹凸质感，随便往哪一贴都感觉很高级。我们平常用荧光笔做标记，不小心画错了就很麻烦，咱们可以买这种极细标记便利贴，比较透的荧光色系可以把字整个盖住，透明度低的可以单一半使用，或者直接当下划线使用，还可以贴侧边当书签所用，不同颜色标记不同重点，不想用了撕下来也不留痕。就像这个多功能切纸器，只需轻轻划一下，纸张瞬间切成两半，上面4种旋转刀头可以随意切换。最常用的直线裁剪法，波浪线形状的油画边画，还能切开的虚线裁剪，手工用的压折痕，5、6张叠在一起切也没什么问题。总之你需要的都能安排。还有这支是空仓软头荧光笔，小时候用的荧光笔都是圆头硬件，这种超薄有弹性的软头不仅下墨丝滑，还可以随意弯折，即使是弯曲的书面也可以轻松标注，颜色清晰，标注的重点一目了然。普通的修正带容易卡带还断，使用起来不方便，可以买这种欧文限定修正带，它的滚轮可以360度旋转，下笔丝滑不卡带，还能随意转弯，笔形设计按压出仓，使用起来也很方便。以前我们修正作业都需要重新抄一遍题目，现在的小学生都开始用这种高清错题打印机，只需要用手机拍个照，擦除多余部分，这个小机子就能将错题打印出来，真是省时又省力，还能用它打印照片或者标签辅助学习。小时候我们都是用剪刀剪圆，不仅有毛边还不是很规则，现在可以买这个迷你切圆器，这上面刻有直径的大小，只需要将刻刀移动相应位置，然后旋转一圈圆就切好了，不仅快速，切的也很整齐。最后是这个菱形变形笔，单看它好像没什么特别，但是当你扣下按钮的时候，它的笔身也会跟随着变形，有种科幻的感觉，非常炫酷。下笔非常丝滑，你想拿着它在你倒霉同桌面前展示一下，这感觉你懂的。就像这个便携纸片套画板，不仅配了画纸和水笔，还配了12种颜料，平时只需要将颜料装入格子中，到达户外后喷碱水就能开始绘画，省了带一堆户外画画的装备，简直绘画爱好者的福音。普通的马克笔无法在深色纸上作画，现在的小学生都用这种丙烯绘画笔，用前摇一摇按压就能出墨，不仅能在深色纸张上画画，还能在各种材质上绘画，色彩鲜艳，叠色作画效果也很好。最后是这个可替换计划表，有很多张备用提醒，把每天需要做的事写在卡纸上装进去，每完成一项就打个勾，不仅很有成就感，还能养成自律的习惯。放书桌上放摆件也很好看，平时记性不好的姐妹真的可以备一个。就像这个隐形彩墨水，里面的墨水居然是透明的，完全不显色，写出来的字也同样没有任何字迹显现，但是当你用紫光灯照射的时候，它就会显色，真的很神奇。配上它作画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，用它写小纸条都不担心秘密被人发现了。然后是这个透明便签纸，让它贴在书本上就彻底隐形，在书本上写的笔记还能撕下来转移到笔记本上，把它贴在单词表上可以辅助记忆，还能看下来各种好看的图案，使用起来真的方便。我们小时候用的都是这种铁质翻盖笔盒，现在的小学生都用上这种推拉式笔盒了，里面自带了3支中性笔、1支动铅笔和2支自动铅笔，背后还藏着一套尺子，刚好满足日常学习需求。这有意思的简约多功能文具盒不仅好看，携带起来也超方便。当代小学生的文具究竟有多高级？小学上了10年，我也没用过这些东西。以前画水彩最麻烦的就是彩笔清洗时容易混色，很影响作画效果。现在的小学生都用这种画笔清洗机，每次清洗完按一下开关，废水流走的同时还能自动加水，边上的棱角还能将颜料刮干净，用完的脏水集中倒掉，换水也很方便，简直是懒人的福音。上小学呢会想象物体的立体结构挺有难度的，现在的小学生都用这种磁力真空，釉面磁吸可以任意搭字，不仅好玩，还能提高对立体空间结构清晰的了解。小时候有一个变形金刚就已经很奢侈，更何况它还是一把变形圆珠笔，卸下圆珠笔就能开启变形模式，真的很帅气。小时候要是有这玩意，我铁定每天准时做作业。我们以前用的橡皮越擦越黑，还会产生很多段，清理起来也很累。咱们可以直接搜磁性橡皮擦，看着和普通橡皮没什么区别，但是它不仅擦得干净，渣也少，橡皮尾部还能将渣吸走，真的很神奇。盖子一开它就掉下来了。还有这个拔抄连笔，小时候做梦都想来一套2笔连抄、4笔连抄，实在不行你就8笔连抄，再配上一张复写纸，拔抄的效率立马提升10倍，普通的日历用完就没用。咱们可以搜集木万年历，它有58个积木组成，可以根据需求进行任意组装，每个月份和星期都能对得上，不仅好玩还好用，放在书桌上当个摆件也很好看。
我们以前用的都是这种平面画笔，现在小学生都开始用这种 3D 打印笔了，想画什么都直接画出来，还是3D 模型的，不仅培养了画画能力，还锻炼空间想象力。什么蝴蝶、蜻蜓、八爪鱼，就连埃菲尔铁塔都能给你造出来，真的很有意思。普通的圆规都需要先测量再画圈，这个数线圆规打开就能知道半径是多少，省去测量半径的过程。按键可以同时控制笔芯和箭头，这样就不担心放进笔袋会被圆规尖戳伤。最后是这个抽拉式便签纸，配了贴贴和收纳角，错题款、空白款、横线款和方格款，书写顺滑，撕去还很方便，每一款都很厚，用起来超方便。就像这个掌握扇形水彩，别看它只有8张大小，却有24种颜色，自带的彩笔加点水沾线就能开始绘画，色彩鲜艳，涂抹均匀，完全可以满足日常画画需求。还有这个闪闪刮刮画便签，里面居然配了2根牙签，用它把便签表面的黑色涂层刮掉就能写字，真的很神奇。无论用它写字还是画画都可以自由发挥。我们平常用的订书机都需要用钉子，一不小心还会被刮伤。咱们直接搜这种5钉订书机，把纸张插进去直接按压就能扣起，扣的也很牢，还省去了到处找钉子的烦恼，拆解很轻松，还没有被割伤的风险。就像我们平常用的订书机，不仅容易扎到手，还会把文件撕破。咱们可以直接搜这种免打孔订书机，轻轻一推就夹住，木头夹的非常牢固，拆下来也不好纸张，夹子取下来还可以反复使用。还有这支优尚吸墨钢笔，巧设计总能解决大问题，把钢笔尾部对准瓶口一插一按就能自动吸墨，灌完拔出来也干干净净的，再也不用担心钢笔灌墨弄得满手都是了。最后是这个创意迷彩男生笔袋，腰间挂了2颗手榴弹，真的不要太酷，皮质很厚，不仅容量大还能分类整理，加上这个密码锁，哪个小学生看到了不皮手榴弹一拉居然还能写。那些年被老师没收的玩具，你都玩过哪几种？七彩手摇螺旋丸，用我爸的零花钱偷偷买了2个螺旋丸。还记得名人手里那颗螺旋丸吗？据说这玩意甩起来比螺旋丸还炫酷，只需要你的手疯狂地抽搐起来，它就能成功地飞出去了。其实还是要掌握一点点节奏的，旋转起来后根本停不下来。第一把就直接干废了，磁铁少了一个找不到了。艾莎女王陀螺，也不知道哪个老六把艾莎女王的头拿来当陀螺耍了，还配了一首很动感的音乐。不知道和螺旋丸比起来，谁的战斗力更强呢？先找一口不要钱的大铁锅，我们来测试一下。哇哇哇！艾莎女王成功的把我仅剩的一个螺旋丸也直接干废了。风动陀螺，从外观上看，这玩意就挺黑科技的。盒子盖上隐藏着一块磁铁，陀螺还可以吸附在上面，倒挂着也可以旋转起来。老板说这玩意只要有风就能吹起来，让我同桌用他10年没刷过牙的大嘴巴子吹一下，哎呀呀，陀螺被我同桌给熏晕了。变形金刚陀螺，说真的，这玩意除了会变形，和金刚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形状怎么摆弄都像一只小怪兽，旋转起来还是挺丝滑的。老板说这玩意可以叠罗汉，叠个99层不是什么大问题。不过我还是觉得这玩意把它当靶子来耍最合适了。气球陀螺，气球我见得多了，陀螺气球还是头一回玩，好像和普通的气球没有多大区别。找梁静茹借点勇气把气球的肚子吹大，哎，好像有点漏气了，这是故意设计成漏气的吗？哇，妈妈咪呀，好好玩啊！反重力陀螺，老板说就算是牛顿突然醒来也解释不了这款陀螺的工作原理，真有这么神奇吗？通过穿线拉动它旋转起来，先放手上看一下，还挺稳的，放手指上面也没什么压力，有点像蜻蜓点水，放在底托上面看看，好玩好玩。最神奇的是用绳子直接挂起来也能旋转，这招还有个名字叫天外飞仙，牛顿看了估计都睡不踏实了。那些年被老师没收的文具，你都用过哪几种？猪老母和猪宝贝，我就想说有哪个猛男能拒绝这么可爱的一款文具？猪妈妈出来打工还拖着3个未断奶的猪宝宝，这也实在太萌了吧。把猪妈妈的脑袋扯下来，它就变成一个非常丝滑的修正带了，怎么使用都不会卡带。
猫爪中性笔，这一定是小仙女用的瘙痒神器吧？按下开关还会不灵不灵的发光，笔身里还装着非常好看的流沙，书写起来还是相当丝滑的，字迹非常清晰不卡顿。可惜里面的笔芯太短了，典型的中看不中用。积木卷笔刀，现在的老板为了卖个卷笔刀也是费尽了心思。简简单单的一个卷笔刀多好，非得费了我3天3夜把它组装出来。这小鸟一看咋和我那倒霉同桌一样笨笨的呢？这玩意怎么哪看都觉得差点意思呢？爱风橡皮擦，学校不让带手机，带个爱风橡皮擦去学校应该不过分吧？你别说，这贴纸做的还挺逼真的，还是当年红极一时的土豪金颜色。不知道这橡皮擦好不好用？哎，这玩意怎么擦不动啊？原来这崽子不是橡皮擦，而是便签纸呀。白菜笔袋除了长得像白菜外，和白菜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笔袋的容量还是挺让人满意的，一次性装它几十支笔也不存在一丁点问题。把猪猪一家拿过来，这回咱们体验一下好猪被白菜给拱了是多么合理的一件事情啊！回形针中性笔，这样的回形针要是多拿几条就整出一条狗链了。正常情况下一拉，它就可以进行不正常的写字了。不正常的情况下一拉，它也可以进行不正常的写字。想正常的写个字，那就得看你的最强大脑是如何运转的了。